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轮船沉没，飞机失事。如果你能在这一辈子碰上一次，就已经算得上是中彩票了。然而，如果这样的灾难能够连续碰到3次呢？我想这样的人是说他幸运呢，还是不幸呢？然而，在今天故事当中的主人公与死神擦肩过了整整3次，还能从中幸存下来，简直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想必小伙伴们都知道泰坦尼克号事件吧？这艘号称永不沉没的轮船，最终也没能逃过沉船的命运。但是他却是泰坦尼克号事件当中的幸存者，而且他这一生当中经历的3次严重的海难，每一次都得以逃脱。所有的人都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特异之处。那么，这位上天眷顾的宠儿到底有什么特异之处呢？感兴趣的小伙伴别忘了长按点赞3秒钟，和正正一起来看看这位永不沉没的女士的神奇经历。这位女士名叫维奥莱特·杰索普，她出生于1887年的10月2日，阿根廷布兰卡港，父母都是爱尔兰移民。维奥莱特是家中最大的女儿，因此在整个童年时期，她都在照顾弟弟妹妹。不幸的是，年轻的维奥莱特染上了肺结核，病得很重。在当时，肺结核可是让人闻风丧胆的白色瘟疫，医生预测她的寿命只剩下几个月了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维奥莱特奇迹般的挺了过去，可能也是应了那句话：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这位被上帝眷顾的宠儿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，也都被幸运之神所包围着。在维奥莱特16岁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就去世了，于是全家都搬迁到了英国。维奥莱特一边读书，一边照顾妹妹，母亲则在轮船上担任女服务员。后来，母亲的身体也垮了，维奥莱特离开学校，扛起了赚钱养家的重任。他跟随母亲的脚步，也成为了一名轮船上的服务员。1910年，维奥莱特就职于白星航运奥林匹克号，这是一艘豪华游轮，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民用轮船，宣称即使4个舱室进水仍不会沉没。本以为维奥莱特的工作就此有了着落，一切都将顺顺利利。然而在1911年的9月20日，维奥莱特登船，奥林匹克号离开了南安普顿，竟与英国军舰霍普斯号发生了碰撞。虽然没有人员伤亡，但是船体破坏严重，这对于船上的所有人来说都是相当痛苦的经历。很多工作人员在那之后都心有余悸，离开了这个行业。但是维奥莱特并没有这样做。第2年，举世瞩目的泰坦尼克号招收了工作人员。在当时，这艘轮船可是号称永不沉没、梦幻之船，头等舱更是奢华，还设有健身房、游泳池、接待室、高档餐厅。这样的豪华客舱，所有的人都为之向往。维奥莱特也不例外，但他也是心有余悸。在朋友的劝说下，他也想去体验一下这绝妙的经历。于是维奥莱特去应聘了服务员，但他绝对没有想到的是，自己会经历一场更加恐怖的灾难。在1912年的4月10日这一天，24岁的维奥莱特登上了梦寐以求的泰坦尼克号。这次的目的地是纽约，许多乘客都是达官富贵，他们向往着去美国展开新的生活。同时，船上的工作环境和住宿条件也让维奥莱特很满意。每天睡觉前，他都习惯到甲板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泰坦尼克号出发的第4天，这一个晚上的空气明显多了一丝寒意。因此，维奥莱特并没有待多久，就回宿舍休息了。睡前，他拿出了一本希伯来语的祈祷文，这是先前一名爱尔兰老妇人送给他的。维奥莱特找到了一篇祈祷文，让室友给他读。但是，这篇内容并不同寻常，是为了保护他不受水火的灾害，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。维奥莱特坚信祈祷的力量，祈祷过后才开始睡觉。没想到的是，他都还没有完全睡着，泰坦尼克号就撞上了北大西洋的一座冰山。维奥莱特瞬间惊醒，很快就意识到船出了问题。随后，维奥莱特被安排给听不懂英语的乘客们做示范。他在甲板上面拼命地指手画脚，试图引导乘客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。大约在2个小时40分钟之后，泰坦尼克号开始沉没，船员们把救生艇装上了船。维奥莱特帮助妇女和儿童优先上了救生艇，后来他被安排到16号救生艇上，还被交代照顾一个与母亲走散的婴儿。就这样，到了第2天早上，维奥莱特和其他的幸存者被卡博菲亚号营救。在这艘轮船上面，一个妇女，应该就是婴儿的母亲，哭着抱走了她怀里的孩子。这场世纪灾难夺取了大约1517条生命，其中只有333具遇难者的遗体被找回。维奥莱特可真的是太幸运了。小时候成功摆脱了肺结核，工作后又经历了一艘轮船差点沉没，以及泰坦尼克号的世纪灾难，他都能安然无恙，可见幸运之神的眷顾可不是盖的。然而也有人说维奥莱特是不祥之身，所以才会引起这些灾难。不过经历了这些，维奥莱特还是头铁，他又在另外一艘轮船上找到了工作，即将开启新的航海旅程。他是不信邪，试图打破自己不祥的谎言吗？
然而命运似乎是在捉弄他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维奥莱特是英国红十字会的一名护士。1916年的11月21日上午，他又登上了不列颠号，这是一艘白星游轮。战争期间被改装成为了一艘医疗船，负责运送受伤的英国士兵。然而这艘可怜的不列颠号开船还不到1个小时，就因触雷爆炸了，船体开始下沉。一开始不列颠号试图进入潜水区域，使船搁浅，第一批救生艇也设法避开了这艘船，但后来的几艘，包括维奥莱特乘坐的救生艇，根本就无法避开仍在旋转的螺旋桨。当时3具螺旋桨完全浮出海面，在船尾吸住了救生艇，所有的人几乎都要被卷进去送命了。此时的维奥莱特只好跳下救生艇，但是头部撞到了船只的底部，好在另外一艘救生艇的乘客把他拉了上去，再晚一点很有可能就没命了。此次遇难包括维奥莱特在内的1000多人都获救，有30人在此事故当中丧生。事故过后，阴谋论四处流传。英国政府认为这艘船可能是被鱼雷击中了，也有可能是中了敌军埋下的水雷，甚至还有人觉得是因为维奥莱特这个扫把星。但是不列颠号是自行凿沉的，科学家们无法将真正的原因怪罪到任何人的头上。然而，尽管遭遇许多不幸，维奥莱特依然在海上服役，直到1950年才退休。退休后的几年，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，维奥莱特接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，询问她是否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那个晚上救了一个婴儿。几番交流之后，维奥莱特确定就是她。没想到多年后还能以这样的形式联系上，真的是太奇妙了。后来，维奥莱特在63岁的时候写了一本回忆录，记录下了自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。随后，在1971年，维奥莱特因心脏衰竭去世了。细细想来，维奥莱特可以说是最幸运的人，但也可以说是最不幸的人。3度遭遇海难，但都得以幸存。一次次的经历并没有打倒他，反而使他变得更加坚强，依然保持对工作的信心与激情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维奥莱特会不会就是一位时间旅行者呢？他的出现是为了阻止灾难的发生，但是事实证明，这并不能改变历史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没有永不沉没的轮船，只有永不沉没的维奥莱特。他的传奇一生让人好奇的同时，也不禁让人钦佩。死里逃生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呢？恐怕这是很难定论的。但是生活总需要经历一些考验，但始终要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们要坚信所有的不幸都是幸运的开始。那么，如果你觉得本视频做得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。我是正正，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